在去年年底，李宁发布了最新的全程12，但是因为它这一个不算好看的外观，销量相比上一代有着大幅的下降。可能李宁自己也知道这一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发布全程12的 B2 版本，只是将鞋面的材质进行了一定的变化，推出了一些新的配色，也没有进行过多的宣传。有人把它称为夏季版，也有人觉得这就是 B2。但是时隔半年之后，这一双真正的 B2 版本发布了全程12。Encore， 在这两双鞋之间，除了相同的名字以及一样的鞋盒之外，你找不出它们在外观上其他任何相似的点。不同的外底造型，不同的中底结构，不同的鞋面材料，甚至连鞋带也完全不一样。全程12的外观设计依旧延续了上一代的风格，一看就是一双实战鞋。而 Encore 则更像是一双韦德之道正代的青春版，跟韦德之道11相似的鞋舌，相似的外底设计，还有着一个跟韦德之道10 Infinity相似的屁股。那在这两双鞋之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看着更加实战的全程12，在实战方面是否有着更为出色的实战体验？而这一双返场又是否能够做到又帅又能打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两双鞋在实战方面究竟有哪些区别。首先就是重量，两双鞋的重量几乎相同，单只42码的重量都在370克左右。不过在重量分布上，返场会明显更加均衡一些，而全程12的中下部分重量占比则会稍微高一些。这一点主要得益于 GCU 外底的重量优势。GCU 这一个材质的外底不仅能提供给我们更出色的抓地，还有着比一般外底橡胶更轻的重量。这一点也是李宁为什么在 GCU 投入使用之后，能够做出这么多轻质篮球鞋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两双鞋的重量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体感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都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至于它们的脚型适配，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在的。虽然这两双鞋都使用了同一个楦头1933，都不是特别适合宽脚的兄弟。如果你跟我一样，脚型是属于正常略微偏窄一点的，那再去考虑这两个鞋款，好吧？而我在穿全程12的时候，它的包裹舒适度是不错的，没有压脚背或者是哪一个部位硌脚的感觉。但是这一双返场，在它前端鸡皮鞋面与鞋舌相连的地方，压脚背的感觉非常明显。在拉紧鞋带之后，就在这个位置的两侧缝线处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勒脚现象。虽然在磨合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感觉会稍微减轻一些，但是并不会完全消失。这一点你在购买之前就必须要了解到。还有一点就是返场的内长明显会偏长一点点。全程12我在穿上脚之后感觉是非常贴合的，内长也非常的合适。但是返场上脚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内长会比其他相同尺码的李宁篮球鞋要稍微长一些，这一点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好吧？大底其实是这两双鞋在体验上区别最小的一个地方，抓地都非常出色，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都不会有多余的滑动。GCU 的优势就是在稍微有一些潮湿的地面上，它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好一些的抓地表现，其他在抓地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耐磨方面，全程12一定会更好一些，更深的纹路，更硬的外底橡胶。如果你打外场比较多，那毋庸置疑，选择普通版本的全程12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在中底方面，这两双鞋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由于返场有着造型更为夸张的弧形外底，灵活性一定是返场更加出色。对于弧形大底有执念的兄弟们，肯定是这一双返场会更加的适合你。而普通版本的中底，它的重心会比返场要低一些，有着更为出色的场地感表现，并且中底材料的调教也完全不同，普通版更韧，返场更弹，突破的时候，普通版本的全程12反应性会更加的迅猛，脚底下的感觉也会更加直接，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当然，返场的反应性也不差，在突破的时候也没有明显的泄力感，但是没有普通版那么的直接，没有那种直给的感觉。而返场更具弹性的中底也让它有着更出色的脚感，稍厚一些的中底材料也让它有了更好的缓震极限。两双鞋我在测试缓震的时候，普通版本我能感觉到有一定
的正脚感，而返场几乎感觉不到。它们在中底方面还有一个差距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它们的滚动感。返场更夸张的大底造型以及弹性更足的中底材料，在跑动的时候脚底下的过渡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流畅。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好一些的反应性，那就选普通版；想要更为出色的跑动感受或者是缓震，那返场会是更好的选择。在中底方面，两者的体验差距非常大，一个主打反应性，另一个则更注重跑动感受和灵活性，就看你需要哪一个了。在中底的支撑力度方面，两者的差距不大，绝对都属于够用的级别，都足以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不错，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在这样的基础上，返场的足弓支撑会稍好一些，足弓处的承托感会更加的明显，这是这两双鞋在中底支撑方面的唯一一个区别。从大底和中底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两双鞋虽然在实战方面的体验完全不同，但是它们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保底快靴，而另一个则更像是哈登8或者是韦德之道11给我们的那种感觉。但是返场的鞋面可能会劝退非常多原来想要购买这个鞋款的兄弟。普通版本的鞋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亮点或者是槽点，包裹 OK， 锁定也优秀，支撑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它的鞋带孔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被拉得很大，虽然应该不至于出现这种鞋带孔被拉爆的情况，但是看上去真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而这一双返场，且不去说它这个鸡皮鞋面脏了以后不太好打理的这一个问题，我们只谈它在实战体验方面的问题。第一个，较薄的鞋舌在拉紧鞋带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勒脚问题，还有就是它前端夹脚的这一个区域，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在静态体验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勒脚感，而在实战的过程中，在变向或者是侧向急停的时候，它完全就是用的这一条侧边的缝线来兜住我们的双脚的，我们的双脚会硬生生的顶在它侧面的这一条缝线上。对于变向党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型的问题。穿完之后，双脚的外侧都会非常非常疼，特别的难受。这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终你是否会去购买这一双全程12返场的最主要因素。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是一种疼痛感，而不是单纯的那种不舒服或者是难受的感觉。反正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的。转发给你身边想要购买返场的兄弟看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好吧？全程12就是一双非常典型的保底快靴，在它身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但是它就跟白开水一样，也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全程12返场，它有着一副非常优秀的中底，但是它的鞋面拖累了整一双鞋的实战体验。如果要我推荐，我一定不推荐你们去购买这一双返场，它侧面这种顶脚的疼痛感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双篮球鞋在穿着的舒适度方面，如果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一双鞋我就一定不会推荐给大家，好吧？那如果你一直在这两双鞋之间犹豫不定那无脑去买这一双普通版本的全程12就行了。虽然它在外观方面确实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起码它在实战方面绝对不会给大家拖后腿。当然，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双鞋用来压马路，又比较喜欢这一双返场的外观，那你要去购买它，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